立秋過後要給家人多吃一些南瓜。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南瓜營養又好吃的做法，不水煮不油炸，比包子簡單，比油條還好吃。很多人都沒有這樣做過，也沒有吃過，跟着視頻來看看我是怎麼制作的吧。今天花了5塊錢買了一個老南瓜，我們這兒的老南瓜是8毛錢一斤，朋友們，你們那兒是多少錢一斤呢？先把南瓜從中間對半切開，我們只需要一半就可以。接下來就用一個勺子把南瓜裡面的籽和瓤全部去除乾淨，南瓜籽也不要浪費了，可以清洗乾淨晾乾，然後炒一下，吃起來非常的美味。接着再把南瓜像這樣改刀切成小一點的塊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然後再把南瓜皮全部給它切下来。老南瓜裡面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、胡蘿蔔素、維生素、鉀等營養成分，平時可以適當的多吃一些，對眼睛和腸道有很多的好處。去完皮後清洗乾淨，再改刀切成薄片，稍微切得薄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。薄後盡量切得均匀一些，這樣成熟度比較一致。南瓜做法多樣，蒸、煮、油炸，每一種做法都非常的美味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入一個大點的盤中，再下手把南瓜給它平鋪均匀，然後放入蒸屉裡面，扣上蓋子，開大火上氣計時蒸20分鐘。趁這個時間準備一把紅棗，一把葡萄乾，向裡面加入1小勺食鹽，適量的麵粉，再加入少許的清水，下手抓洗一下。紅棗和葡萄乾的表面呈皺褶狀，特別容易藏污納垢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乾淨的。加入食鹽可以起到殺菌消毒的作用，加入麵粉可以很好的吸附掉表面的灰塵與雜質。抓拌均匀後，加入清水，把紅棗和葡萄乾多沖洗幾遍，一直把清洗的水變清澈為止。這樣清洗出來的紅棗和葡萄乾就非常的乾淨衛生了，給家人吃起來也比較安心。紅棗洗淨後控水撈出，放在案板上，改刀切成厚片，順便把棗核取出來不要。做這一道美食多放一些紅棗，吃起來會更香。紅棗全部切好後，先放入盤中。接下來把洗淨的葡萄乾控水撈出，放在案板上，稍微改下刀，這樣口感吃起來更加細膩。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。之後我們的南瓜也已經蒸好了，打開蓋子，哇，一股清香味撲鼻而來，用筷子輕輕一扎就透了。像這樣我們的南瓜就蒸好了，直接取出來，把裡面多餘的湯汁倒掉，然後把南瓜倒入一個大點的盆中，再加入1大勺白糖，喜歡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借用一個工具把南瓜壓成泥狀，在這裡可以把南瓜多壓一會兒，壓成比較細膩的狀態，這樣吃起來口感會更好。接着再向裡面打入2顆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定。提前打入2顆雞蛋，可以幫助南瓜泥迅速降溫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匀，攪拌至雞蛋和南瓜泥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接下來也是做這道美食最關鍵的一步，向裡面加入4克酵母粉。酵母粉一定要等到南瓜泥放置溫熱時再加入，如果南瓜泥溫度太高，容易把酵母粉燙死了，那樣麵就發不起來了。溫熱時加入酵母粉，才能更好的激發出活性，這樣發出的麵才会更加的蓬鬆暄軟。攪勻後，向裡面加入2勺麵粉，在這裡麵粉切記不要一次性加完，不然麵團容易成坨。麵粉要分少量多次的添加，這樣才能更好的掌握它的乾濕度。在攪拌的過程中，感覺麵糊有些稀，可以再加入1勺麵粉，然後繼續攪拌均匀，攪拌至麵粉全部吃進南瓜泥裡面，讓麵粉和南瓜泥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最後攪拌至沒有乾麵粉顆粒，比較濃稠的糊狀，像視頻裡面這樣就可以了。接着蓋上一層保鮮膜，防止風乾，然後放一邊自然發酵2倍大。趕時間的朋友也可以把它放入溫水鍋裡面，這樣可以加速麵團發酵的時間。20分鐘過後，麵团就醒发好了，满满
一大盆，裡面全都是小氣孔，用筷子充分的攪拌排氣。在這裡可以多攪拌一會兒，這樣做出的麵食不容易回縮塌陷。把氣體全部排乾淨後，再把葡萄乾加進來，繼續攪拌均勻，讓葡萄乾和麵糊完全融合在一起。充分攪勻後，接下來準備3個相同大小的碗，每個小碗裡面刷上薄薄一層食用油，這樣可以防粘易脫模。在這裡還可以選擇其他的模具，做成自己喜歡的形狀，這樣看上去會更加有食慾。接下來再把麵糊依次裝入碗中，每個小碗都不需要裝得太滿，大約7、8成滿就可以，要不然2次醒發的時候麵糊容易溢出來。朋友們，制作視頻不易，如果今天的這個視頻對你的廚藝有所幫助，請動動你發財的小手給我點個讚吧。您的每一個留言和點讚都是我創作的動力，非常感謝大家。用勺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然後再把切好的紅棗依次擺放在表面，這樣做出來的成品既漂亮又有紅棗的香甜味。如果不喜歡吃紅棗，可以選擇其他的果乾來代替。全部擺放整齊後，放入蒸屉裡面。這時候不要着急開火蒸，扣上蓋子，2次醒發10到15分鐘左右，把麵糊醒發至9分滿。15分鐘過後看一下，體積變大了好多，想要蒸得發糕蓬鬆暄軟，切記一定要2次醒發，不然蒸出來容易變成死面的。接下來扣上蓋子，開大火上气计时，蒸30分鐘左右。蒸熟後不要着急打開蓋子，燜5分鐘，防止回縮塌陷。這時候就可以直接打開蓋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！一股南瓜的清香味和紅棗的香甜味撲鼻而來。接着把它們全部取出來，放置溫熱的時候，再借用一個工具把邊緣處輕輕的給它鬆動一下，這樣方便下一步脫模。這時候我們看一下，這樣做出來的南瓜發糕特別的蓬鬆暄軟，而且一點也沒有回縮，沒有塌陷。毫不誇張地說，比買的麵包還要鬆軟香甜。每年天氣慢慢轉涼，我都會隔3差5給家人蒸上一鍋，端上桌後，老人孩子都愛吃。早餐搭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小米粥都非常的不錯。不喜歡吃甜的，蒸的時候也可以不用放糖，可以多放一些葡萄乾或者是其他的果乾都可以。而且它是发面的，吃多了也不易上火，特別容易消化。掰開後裡面的內部組織也非常的豐富，非常的鬆軟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關鍵做法非常簡單，以後南瓜買回家不要總是熬粥喝了，試試這個做法吧。學會以後再也不用去外面買麵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點我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的美食視頻，我們下期再見。